你知道吗？在洗碗池上放上一个塑料瓶，作用可厉害了，家家户户都用得到。做法简单又实用，赶紧把视频收藏起来试一试这个方法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像这种塑料瓶，家家户户都有吧？无论是矿泉水瓶、饮料瓶都是可以的，主要它是塑料的。而以后喝完的塑料瓶千万不要再扔掉了，把它好好利用起来，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大麻烦哦。使用之前，咱们先把上面这一层塑料纸给它剪掉，以方便咱们后面的操作。接下来，我们用剪刀先把瓶底给它剪开，大约10公分高左右即可。剪的过程当中，咱们对着这些小点一直这样剪，剪出来它的瓶口就会相对平整，不会造成那种凹凸不平的形状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瓶口这个手提把，我们也先把它给取掉。这里咱们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要伤到手了。把手提取下来过后，然后再沿着这个位置把瓶口给它剪下来，这样剪出来大概就是一个圆锥的漏斗形状。最后我们就得到了塑料瓶的两端，但是可以看见，咱们用剪刀解决的地方其实还有许多的毛刺儿，所以我们可以用火烧一烧，这样可以把剪口处的毛刺儿给它烧掉，以免在用的时候不小心将手划伤，因为它特别的锋利哦。另一边也同样给它烤一烤即可。当然了，剪好之后，我们还有下一步操作，准备一根铁钉，准备一个手钳子，然后将铁钉这样用手钳子夹住，然后将你家的燃气灶打开，火开到最小，以免烫伤手。然后我们把铁钉放在火上烧，要给它烧得特别的烫，这样才有利于咱们后面的操作。直到铁钉烧热以后，再把准备好的瓶子拿出来，贴在瓶盖上，给它穿上一些孔。因为钉子经过我们的高温加热，非常轻松的就能给它穿入一些小孔，不需要太多，穿上个5、6、7、8个即可。然后在侧面，咱们同样给它穿上一些小孔。记住哦，一定要小心，钉子它特别的烫，千万不要碰到手上了。经过反复把钉子烧热，然后反复在瓶子上给它穿上小孔即可，小孔尽量多穿上一些。最后我们就得了一个这样的漏斗形瓶子。接下来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，把瓶底这一部位同样给它穿上一些小孔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容易，请用你发达的手给我点一个赞吧。你的每一个点赞、评论或者是转发，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同样，咱们也需要在侧面给它烫上一些小孔，然后在剪口处再次穿上2个洞，这2个洞咱们尽量给它烫大一点，以方便一会儿穿绳子使用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处理好以后，我们关火。接下来准备一根绳子，像这样弹力绳最好。这是我从口罩上面拆下来的耳刮绳，它不仅弹力好，而且也不容易断。然后把两端从这2个孔中分别穿出来，最后再打一个结。
这里尽量给它打一个死结，这样固定效果会更好。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把绳子的顶部也给它打一个死结，这样方便之后用于悬挂。这样就全部处理好了。那么这样做出来的有什么用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像家里面的洗碗池都会有这样一个过滤网，用来过滤里面的残羹剩饭或者洗碗时的米粒，但是用久了之后它就会变形。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将做好的这个漏斗型塑料瓶放在这里，这样以后再倒这些残羹剩饭的时候，就会和过滤网起到一个同样的过滤效果。再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些菜叶之类的将下水道给堵住了。最后需要将这些菜叶倒入垃圾桶当中即可。而底部这一段，我们将它悬挂在洗碗池上，洗碗池这里都有一个这样的盖子，我们将盖子给它打开，然后将它这样套起来即可。套好了之后，我们来看一看怎样使用吧。像咱们每次洗完碗过后，都会用这些钢丝球，而洗过了之后，钢丝球上面也有许多的水分，非常的难以晾干，这样会让钢丝球散发出异味。这时候就可以把用过的钢丝球直接扔入瓶子当中，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过滤的效果，可以让钢丝球里面的水分非常容易滤干。当然，像这些有水的洗碗布、百洁布之类的，也同样可以给它放在里面，以达到一个沥干水分的作用。当然，除了这个作用之外，还有另一个作用。别走开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洗碗水、洗锅水或者是淘菜的水，我们也可以给它倒入这里面，这样可以起到一个2次过滤的效果。用这个方法也不用担心下水道再被残羹剩饭或者是油垢给堵住了。用完过后倒入垃圾筐后再用水洗一洗即可。怎么样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没有想到吧？原来平时被我们扔掉的塑料瓶，把它放在洗碗池上还有这么多的作用。你还知道它更多的作用吗？可以在下方分享出来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